今天我們來聊聊人類為什麼至今仍無法登陸火星。上個世紀，我們就已經成功登陸了月球，但幾十年過去，人類依然沒有踏上火星的土地。火星作為地球的鄰居，一直被視為人類移民外星的首選目標，我們對它充滿幻想和期待。然而，現實中的火星卻遠比想象中來的可怕，被許多科學家形容為有去無回的絕境。到底火星是一個怎樣的星球？為什麼人類遲遲無法登陸火星？我們今天就深入探討人類無法登陸火星的真正原因。從古至今，人類對火星都有着無限的憧憬與好奇。早在19世紀末，天文學家用望遠鏡觀察火星時，曾以為看到了筆直的線條網絡，誤以為那是智慧生物開鑿的運河。這導致許多人相信火星上存在高度文明，虛構出許多關於火星人的傳說與小說。例如1938年，美國的一檔科幻廣播劇《世界大戰》模擬火星人入侵地球，甚至引發了部分民眾的恐慌。可以說，100多年前的人们眼中，火星幾乎就是另一個可能孕育生命的世界。然而，隨着人類進入太空時代，我們對火星的真實面貌有了殘酷的認識。1965年，美國的水手4號探測器首次飛掠火星，傳回的照片令人震驚。火星表面布滿隕石坑，乾燥荒涼得像月球，根本看不出任何運河或植被的蹤跡。接下來的幾十年，多次探測器傳回的影像都證實，火星是一顆寒冷乾旱的紅色荒漠，空氣稀薄，沒有液態水、河流、湖泊，也暫未發現任何生命跡象。昔日人們幻想中的火星樂園其實是地獄般的環境。這顆紅色星球的真實樣貌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美麗而致命，令人敬畏又恐懼。在機器探測方面，世界各國半個多世紀來前赴後繼，不斷掀開火星的神秘面紗。60年代，美蘇都曾嘗試發射探測器飛向火星，但成功者寥寥。前蘇聯的火星1號等多次任務均告失敗，不是發射失敗，就是飛到半路失聯。美國的水手系列探測器則在1965年取得突破，水手4號成為首個掠過火星並傳回照片的人類探測器。緊接着，美國又發射了水手6號、7號，拍攝了更多火星表面特寫。到了1971年，美國水手9號探測器成功進入環火星軌道，成為火星的人造衛星，並在軌道上經歷了一場全球沙塵暴後，拍下了逐漸露出的奧林帕斯山、太陽系最大的火山和馬里納谷、長達數千公里的巨大峽谷等壯觀地形，第一次讓人們見識到火星地質的雄偉。1976年，人類迎來了火星探測史上的里程碑。美國的海盜1號和2號探測器先後着陸火星，成為首批在火星表面執行任務的訪客。海盜號着陸器拍攝到了清晰的火星地平線景色，紅褐色的土地一直延伸到遠方，天空透着淡粉橘色，那不是蔚藍天空，而是被塵埃染成的顏色。更重要的是，海盜號攜帶了生物實驗設備，嘗試檢測火星土壤中是否存在微生物跡象。雖然其中一項實驗得到了一些反常的反應，當把營養液滴入火星土時釋放出了氣體，但科學家多數認為這是土壤中化學氧化劑造成的，並非生物活動。總的來說，海盜號並未找到生命存在的證據，卻揭示了火星土壤出乎意料的活躍化學性質。進入80年代，火星探測一度進入低潮，幾乎整整10年沒有新任務抵達火星。直到90年代，隨着技術進步和成本降低，人類又重啟對火星的進攻。美國在1997年送出了火星探路者號 Pathfinder， 將一個小型登陸站和名為索捷納號的小火星車成功送達火星表面。索捷納號雖然只有小狗般大小，但它成為了第一個在火星上行駛的轮式機器人，向地球展示了火星地表的近距離照片。緊接着NASA 和其他國家又陸續發射多顆火星探測器，包括火星環繞飛行器、氣候探測軌道器等。然而這期間也有挫折，著名的例子如1999年的火星氣候軌道器因英制與公制單位換算錯誤，導致航跡過低燒毀墜毀。同年的火星極地着陸者
則疑因軟體故障墜落。火星探測再度被警示，要小心駛得萬年船。21世紀初，人類在火星探測上收穫豐碩。2004年，美國的雙胞胎火星車勇氣號和機會號分別登陸火星2處不同地點，展開長達10多年的超期服役壯舉。他們不僅行駛了數十公里，傳回數萬張照片，還發現了火星過去存在水環境的地質證據，例如礦物中的水合物。機會號一直工作到2018年，才因一場前面提到的特大沙尘暴失联。臨別前傳回的信息，仿佛在說：“我的電量耗盡，天空越來越黑”，感動了無數地球人。接着，2012年登場的好奇號火星車，體型比前輩大了2倍，裝載着先進的實驗室。它使用新穎的空中吊車技術着陸，前文所述，成為火星上第一個移動科學實驗室。好奇號在蓋爾隕石坑中發現了遠古湖泊沉積的痕跡，證實火星數十億年前曾經濕潤溫暖，有適合微生物生存的環境。隨後的2021年 ，NASA 又送去了毅力號火星車，專門搜集火星岩石土壤樣本，準備將來送回地球分析。同时，毅力號攜帶了一架小型直升機機智號，成功完成了人類首次在外星的動力飛行。在稀薄大气中飛行非常不易，這極大地拓展了火星探索的方式。除此之外，其他國家也在積極參與。歐洲和俄羅斯合作的火星快車、軌道器，自主研制的火星田園號火星車，中國的天問1號任務，包括環繞器和祝融號火星車，以及印度的火星軌道飛行器，都為人類探測火星做出了貢獻。隨着各國投入，火星已經成為全人類共同關注和探索的目標。我們在機器時代的努力，正為未來的人類腳步鋪路。不僅如此，火星還有着探測器墳場的稱號。在太空探測史上，前往火星的任務失敗率相当高，尤其在早期，蘇聯的多次火星探測計劃接連遭遇挫折，不是發射失敗，就是飛到半路失聯。其中1971年蘇聯的火星2號雖然成功硬着陸，但剛到火星表面就失去訊號。同年火星3號勉強實現了人類史上首次軟着陸，卻僅僅工作了20秒就中斷。可以說，火星就像一個不歡迎訪客的魔鬼，將無數探測器變成了太空垃圾。即便對美國而言，火星任務也並非十拿九穩。20世紀末，美國接連損失了火星觀測者號和火星極地着陸者等探測器，其中着陸者在進入火星大氣時失联，可能因計算錯誤導致提前耗盡燃料墜毀。事實上，統計顯示，至今全球近一半的火星任務都以失敗告終。火星的確是一個極其難以攻克的目標，它的距離遙遠，環境惡劣，不可預測因素眾多，讓探測器稍有差池就功虧一簣。特別是降落火星這一步，被 NASA 的工程師稱為恐怖的7分鐘。探測器以每秒數公里的高速衝入稀薄的大氣層，需要在幾分鐘內從極高的速度減速並安全着陸。整個過程無法由地面人員及時操控，因為信號往返需要10多分鐘，完全只能靠飛行器自主完成。想象一下，探測器在這短短幾分鐘內要經歷炙熱摩擦、生死時速、降落傘開傘、動力減速、最終觸地等一連串動作，每一步都可能決定成敗。難怪科學家們每次都要提心吊膽，屏息以待結果。所以我們看到，即使是沒有生命危險的機器登陸火星，都充滿了挑戰和驚險，更別說再有人類的太空船了。那麼，為什麼我們至今不敢將太空人送往火星？關鍵之一就在於，火星的距離實在太過遙遠。月球是地球的衛星，平均距離不到40萬公里。阿波羅太空人只需3天就能抵達，出了問題還有希望緊急返航。但火星就完全是另一個級別了。火星與地球相距最接近時也有5500萬公里以上，而在公轉軌道上遠離時甚至相隔4億公里。即使抓準每隔26個月才有一次的發射窗口，用當今最快的航天技術，往返火星少則需要1年半載，多則要2年以上。在這漫長的太空旅途中，航天員得在狹小的飛船裡封閉生活好幾個月，周圍沒有重力，沒有新鮮空氣，更沒有任何救援的可能。如果半路出現設備故障或人體嚴重不適，地球也鞭長莫及，
只能靠自己硬撐。這種與世隔絕的漫漫旅程，對人的身心都是巨大的煎熬。首先是心理上的壓力，茫茫宇宙中，地球只剩一顆遙遠的藍色星點，太空人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孤獨和恐懼。一方面，要承受幽閉環境中單調乏味的日子，長時間見不到其他人，頂多就幾位同事，沒有陽光新鮮空氣，也無法及時與親友通話。另一方面，一旦發生突發狀況，比如飛船漏氣、電力系統故障，甚至隊員生病，所有問題都必須自己解決。地面控制中心因通訊延遲無法即刻提供幫助，求救訊號單程傳到地球就要10幾分鐘甚至更久。在火星轉身遙望地球時，那種距離感足以讓人產生深深的無力感和壓迫感。其次，漫長飛行中的太空環境還會對人體造成生理上的嚴峻考驗。首先是失重的影響，在幾個月的無重力狀態下，人類身體會發生一系列退化，骨骼因失去地心引力的壓力而不斷流失鈣質，骨密度逐漸降低，肌肉也因無需对抗重力而萎縮無力。即便太空人每天在太空艙內利用特殊健身器材鍛鍊，也只能部分減緩肌肉和骨骼的衰退。長期下來，他們回到地球後，往往需要很長時間復健才能重新行走。而在火星任務中，更可怕的是太空人刚抵達火星時，身體已明顯虛弱。雖然火星重力只有地球的大約1/3，但仍足以讓習慣失重的他們感到吃力，甚至可能因直立循環不良而頭暈站不起來。試想，經過半年的航行，好不容易抵達火星，卻因身體狀態不佳難以執行任務，這將是多麼致命的局面。更為隱蔽但危險的是宇宙輻射對人體的傷害。在地球上，我們有厚實的大氣層和磁場，擋下了大部分來自太陽和宇宙的高能粒子輻射。但在前往火星的途中，太空船幾乎完全暴露在太空輻射之下。高能宇宙射線和太陽風暴的帶電粒子會穿透艙壁，對宇航員的細胞和 DNA 造成損傷，增加未來罹患癌症和其他疾病的風險。NASA 的研究估計，一次往返火星的長期任務，宇航員所承受的輻射劑量可能超過1希沃特1000毫西弗，這已經接近甚至超出許多航太機構為宇航員設定的生涯輻射劑量上限。換句話說，執行一趟火星任務，宇航員可能就達到其一生所能承受的最大輻射量，等同於在身體裡埋下健康隱患的計時炸彈。輻射的危險還不僅僅是提升癌症幾率，科學家擔心宇宙輻射中的某些重離子可能會對大腦造成慢性損傷，影響宇航員的中樞神經系統功能。有實驗讓老鼠暴露在類似深太空的輻射環境中，結果它們出現了記憶力減退和判斷力下降的問題。如果人類也出現類似情況，那長途太空旅行中，宇航員的操作能力和精神狀態都將受到影響。此外，萬一航行途中遇到太陽風暴，例如強烈的太陽閃焰或日冕物質拋射，短時間內的輻射劑量暴增，甚至可能導致急性輻射病。雖然太空船可以設計臨時輻射避難所，例如用水箱或特殊材料圍出一個屏蔽空間，但這只能部分降低傷害，無法從根本上消除風險。總之，漫漫火星征途其實就如同置身於一座看不見的核反應爐旁，宇航員需要在輻射的陰影下度日。即使克服了漫長旅程，抵達火星軌道，擺在眼前的依然是一系列生死考驗，其中最棘手的就是如何安全降落在火星表面，並讓真人存活下来。前面提到的无人火星任務，一般着陸載荷只有幾百公斤到1噸左右。例如 NASA 用天空起重機技術放下的好奇號與毅力號火星車，重量也僅約1噸。而如果是載人登陸，我們需要把幾位宇航員加上着陸器、補給、設備等總共20噸甚至更重的東西送上火星表面。如此龐大的质量，要在火星完成恐怖的幾分鐘，幾乎是前所未有的挑戰。火星的大气层密度只有地球的大約1%，看似稀薄，但在高速載入時仍然足以產生劇烈的空氣阻力和高溫。問題在於大氣太稀，降落傘的減速效果大打折扣，單靠降落傘無法把飛船速度降到安全着陸範圍，但大氣又不是沒有，使得飛船在下降過程中會經歷燒蚀炙烤。載人着陸器
需要比無人探測器更大更重的隔熱罩、超音速降落傘以及強力的反推火箭。在適当高度打開降落伞後，還要啟動引擎进行动力下降，精確調控降落地點並減緩到0速度觸地。每增加1分重量，所需的火箭推力和燃料就呈指數級上升。有人打比方說，將人安全送上火星地表，就像在槍林彈雨中給鸡蛋完美着陸，難度比無人任務高出數倍。我們至今沒有真正測試過如此大型的火星着陸系統，只能在電腦和模型中模擬推演，其可靠性遠未得到驗證。就算僥倖着陸火星，挑戰才真正開始，因為接下來宇航員將面對火星殘酷的環境，而這環境幾乎處處與人類作對。首先是呼吸問題，火星的大氣幾乎全部是二氧化碳，氧气含量微乎其微，人類無法直接呼吸。一走出太空船，宇航員就必須穿上厚重的宇航服，自帶氧氣供應，一刻也不能暴露在火星空气中。更糟的是，火星大气压力只有地球海平面的 0.6%， 這意味着如果沒有防護，人的血液和體液在火星表面可能會因壓力過低而沸騰氣化。換言之，在火星上不穿壓力宇航服，幾十秒內就會因缺氧和體液气化而死亡。再來是溫度和天氣，火星的平均氣溫約攝氏-60度，比地球南北極還冷，而且晝夜溫差極大。白天陽光直射時，赤道地區或許能升到0度左右，但一到夜晚就暴跌到-100度以下。在這種酷寒環境中，設備很容易因低溫失靈，人的生命維持系統也得時刻運轉供暖。更麻煩的是，火星上還有肆虐的沙塵暴。由於大氣稀薄，火星沒有下雨，但卻常常颳起全球性的沙塵風暴。黃色的細塵可以在空中飄舞好幾個月不落地，遮天蔽日。1970年代 NASA 的海盜號探測器就曾拍到巨大的沙塵暴，將整顆火星染成暗紅色。近年好奇號和機會號火星車也多次遭遇沙塵暴襲擊，其中機會號就在2018年的全球沙塵暴後失去了聯繫，因為漫天塵埃遮住陽光，導致其太陽能電池無法獲得電力。可想而知，未來宇航員如果遇上持續數周的沙塵暴，將只能困守在基地中，外出活動和太陽能供電全部中斷，只能依靠預備的能量和物資硬撐。那種漫長黑暗的絕望感，恐怕足以摧垮人的意志。此外，火星土壤本身也暗藏危機。探測發現，火星的地表土壤中含有高濃度的高氯酸鹽 perchlorate， 這是一種對人類有毒的化學物質，會干擾甲狀腺功能。如果宇航員長期接觸或不慎攝入了帶有高氯酸鹽的火星塵埃，健康將受到威脅。火星塵埃顆粒極其細小且帶有靜電，擅長鑽入儀器縫隙和宇航服的關節處，磨損設備並沾染在空氣過濾器上。一旦有毒的塵埃進入密閉艙，還可能污染水源和食物。簡單說，火星上的土既不能直接種莊稼，也不能像沙子一樣無害，它更像是帶毒的粉末，時時刻刻考驗着人類的生存智慧。最後，火星表面還有我們在太空航行時提到的輻射問題。在地球上，磁場和厚大气提供的保護，即使在高空飛機上都還有效，但在火星，這兩道防線幾乎不存在。火星沒有全球性的磁场，且大氣既薄又缺乏臭氧層，因此宇航員在火星地面仍将暴露於強烈的宇宙輻射和紫外線之下。據測量，火星表面的輻射水平約是地球的數10倍。如果人類未來打算在火星長期居留，必須要想辦法建造有足夠屏蔽的基地，比如利用火星土壤堆在居住模組上形成後牆，或乾脆把基地建在地下洞穴中，借助岩石遮擋輻射，否則長年累月生活在火星的人，罹癌風險和器官損傷風險都會顯著提高。可以看到，火星環境對人類極不友好，沒有可呼吸的空氣，極寒氣溫，可怕沙塵和有毒土壤，加上高輻射，要在這樣的地方安然生存，無疑需要一整套強大的維生系統和環境控制技術，而任何一個環節的失誤都可能迅速發展為致命危機。順帶一提，大家或許看過電影或小說《火星救援》，劇中主角馬克·沃特尼在火星獨自生存了將近2年，種出了馬鈴薯等待救援。儘管這部作品對火星環境的刻畫已算嚴謹，
但現實情況只會更加艱難。比如，片中沃特尼在帳篷裡利用火星土種植馬鈴薯，但他必須事先將土壤中的高氯酸鹽洗淨，並添加大量地球帶去的有機質，才能勉強耕種。這在現實中是一項浩大的工程。而他在火星表面長時間只穿着改裝過的载具壓力艙服，沒有提及宇宙輻射對他的影響。事實上，按我們前面的討論，他受到的輻射足以讓醫生捏把冷汗。當然，火星救援還是生動展現了火星求生的各種挑戰：缺氧、缺水、設備故障、與地球通信延遲等等。而馬克最後之所以成功生還，靠的不僅是他的智慧和樂觀，更因為故事設定中全球各國齊心協力投入了巨大資源來營救他。現實要是有這樣的困境，需要的國際協作和財力只會更甚。說到生存，能源供應也是重中之重。在地球，我們觸手可得電力和燃料，但在火星基地，一切能源都必須隨行攜帶或就地生產。太陽能雖是選項，但火星陽光只有地球的一半強度，加上沙塵遮蔽的不確定性，單靠太陽能難以保證穩定供電。因此，科學家計劃為火星基地配備小型核反應爐作為動力來源，例如美國研制的1000瓦動力 Kilopower 核電源設備，號稱能提供穩定電力來維持基地運轉，並且體積足夠小，可以用火箭運輸。未來的火星任務很可能會攜帶這類核電源，解決夜晚和沙塵暴期間的供電問題。總之，火星殖民需要的科技就像拼圖，每一塊都不可或缺。沒有可靠能源，生命維持系統就運轉不下去，而沒有生命維持，人也撐不過幾天。每個環節都要有冗餘備份和安全保障，才能在火星這般苛刻的條件下長期生存。因此，現階段談論火星移民更現實的方式，是承認火星永遠不會像地球那樣舒適。我們必須依靠先進的技術和嚴密的管理，在火星建立人工生態艙，把人類生活所需的一切空氣、水、食物、能源都圈在一個可控制的小環境內，循環利用，就像現在國際太空站那樣，只不過規模要更大、更穩定，同時還要能夠維修更換故障部件，抵禦外界環境的衝擊。這相當於把一個小型太空站搬到火星地表運行，艱鉅程度可想而知。當然，這並非做不到，只是需要極高的科技和管理水平，以及持之以恆的決心和資源投入。提到生命，不得不說明一點，如果火星上真的曾經或現在有微生物存在，那載人任務還牽涉到行星保護的倫理問題。我們派往火星的機器探測器都經過了嚴格的除菌處理，以盡量避免將地球的生命污染火星環境。而人類攜帶的細菌微生物遠比機器多得多，很難完全消毒。一旦我們把地球生物帶到火星，可能干擾當地生命跡象的探測，甚至可能傷害尚未知曉的火星原生生物。反過來說，宇航員從火星返回地球時，也要嚴防攜帶任何可能的外星微生物，避免對地球生態造成風險。當年阿波羅11號返回後，航太人員還把太空人隔離觀察了好幾周，儘管月球上幾乎可以確定沒有生命。未來火星任務結束時，宇航員恐怕也得經歷類似的隔離檢疫程序。目前的大多數研究認為，火星表面如今極不適合生命存續，高輻射和強氧化性的土壤會迅速殺死微生物。如果火星上有生命，很可能藏在地下岩石或古老冰層中。然而，為謹慎起見，在人之前，我們或許需要更多無人探測去確認火星的生命狀況，否則人類的踏足既可能讓我們錯失發現外星生命的機會，也可能不小心讓地球的生命佔領火星，造成不可逆的污染。有一種折中方案是讓宇航員暫時不直接登陸火星，而是在火星軌道或其衛星上開展任務。火星有2顆小衛星，火衛1 Phobos 和火衛2 Deimos， 其中火衛1距離火星極近，繞火星一圈僅需7小時。曾有科學家提議，可以先將宇航員送往火衛1基地，在那裡遠距遙控火星車和機器人對火星表面進行深入探測和建設，等條件成熟再登陸火星。這種做法能避開直接着陸火星的風險，同時也更容易從火衛1起飛返回，因為它的引力非常微弱，
美國就曾評估過2030年代實施火星軌道之旅任務的可能性，即宇航員飛掠火星或停留在軌道上近距離觀測，但不馬上下去。這可以視作載人登火星的最後彩排。或許有人會問，既然登陸那麼難，那我們乾脆讓宇航員去了就別回來，直接在火星建立殖民地不就好了嗎？事實上，曾有一些大膽的構想提議單程移民火星，例如幾年前的火星1號計劃就打算選拔志願者乘坐單程飛船前往火星定居，不考慮返回地球。然而這樣的方案目前看來非常不現實，也不人道。大多數科學家認為，在沒有充分準備之前將人永久留在火星，相當於宣判了他們的死刑。因為以現在的技術水平，人類還無法在火星自給自足地生存太久，更不談繁衍社會。其實，每當談及載人火星，很多人腦海中都會浮現一個疑問：如果真有一張只能去不能回的火星船票擺在你面前，你會願意登艙嗎？事實上，在2010年代，就曾有上萬人報名參與一個名為火星1號的民間計劃，願意作為先鋒移民，永遠留在火星。然而，這項計劃最終因資金和技術不落實而破產，也反映出單程移民火星目前更多是理想主義的空談。當然，人類探索的歷史從不缺勇氣和犧牲，但我們仍期望在能力範圍內盡可能保障探險者的安全。因此，一個負責任的載人火星任務一定要考慮如何讓宇航員平安返回地球。但是，要從火星回家比去火星更加困難。我們知道，從地球升空需要一枚大火箭，那是因為地球引力強大，需要高速拋射才能擺脫引力束縛。火星作為一顆真正的行星，引力也不容小覷，約為地球的 38%。 想要從火星表面再次起飛，到達環繞火星的軌道，同樣需要一枚功能完備的火箭，而這枚火箭以及它所需的燃料都必須事先運送到火星上去。這裡就出現了一個兩難的問題：如果我們在載人登陸火星時就把返回用的火箭和燃料一起帶去，那飛船的重量将極為龐大，幾乎無法發射出地球。即便勉強帶去，着陸時攜帶沉重燃料也會大幅增加風險。而如果選擇分開運輸，先發射無人貨船把返程火箭和燃料送上火星等待，再發射載人飛船去與之會合，這需要多次發射，成本和複雜性極高，一環失誤就可能功虧一簣。更前沿的思路是利用火星當地資源，現地取材。比如先送一台設備去火星，把火星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地底冰融水轉化為火箭燃料、甲烷和氧氣等，攢夠燃料後再發射人去使用。但這種原位資源利用的技術目前還在實驗階段。NASA 最近雖然在毅力號火星車上試驗了制氧的小裝置 MOXIE， 證明了從火星大氣提取氧氣的可行性，但要大規模制造返程燃料仍需重大技術突破。總而言之，現在的人類科技還沒有把握實現從火星往返。與其說我們不能登陸火星，不如說我們不敢輕易踏出這一步，因為我們暫時無法保證把人安全帶回来。如果貿然讓太空人帶着有去無回的覺悟登陸火星，那將是對生命的極大不負責。正因為如此，各國航太機構到目前為止都小心翼翼，寧可耐心發展技術，用機器探路，也不願貿然送人去陷入可能回不來的險境。其實，在人類登月成功後，科學家和工程師們就開始制定載人火星探險的藍圖。例如，美國火箭專家沃納·馮·布勞恩早在1960年代就構想過龐大的火星遠征計劃，打算用多艘土星5號火箭發射組件在地球軌道組裝出巨大的星際飛船前往火星。後來在1980年代 NASA 也曾研究所謂的90天報告，提出21世紀初登陸火星的方案。然而这些計劃最終都因預算高昂和技術難題而擱置。90年代，有工程師提出火星直機 Mars Direct 方案，試圖縮減費用，用2次發射就實現載人登火，但仍未獲政府拍板實施。可以說，過去半個世紀中，載人火星探險屢屢出現在紙上，卻一再錯失成為現實的機會。儘管困難重重，人類探索火星的腳步從未停止。我們已經在火星上安置了多部探測車和着陸器，持續獲取寶貴的數據，
為未來載人任務做準備。近年來，隨着科技進展和私人太空公司的興起，載人火星計劃又再次被提上日程。美國 NASA 正在推進阿提米斯 （Artemis） 計劃，計劃先重返月球並建立持久基地，以此作為中繼站和試驗場，為前往火星做好準備。埃隆·馬斯克的 SpaceX 公司則雄心勃勃地研制星艦超級太空船，聲稱不久的将來要把人類送上火星並建立城市。中國也公布了載人火星探測的路線圖，可能在2030年代展開相關任務。可以預見，未來20到30年內，人類登陸火星的目標很可能會逐步逼近。屆時，新技術也許能部分化解我們剛才列舉的難關，比如核動力火箭縮短旅程時間，更先進的輻射防護材料，封閉生態系統提供食物和氧氣，以及成熟的火星燃料制造技術等等。如果这些技術一一落實，人類踏上火星將水到渠成，我們終究有一天會征服這顆紅色行星，將足跡從月球延伸到更遠處。最後，我們來談談許多人心中的終極幻想，將火星改造成第二個地球，也就是所謂的地球化 （terraforming）。畢竟，如果能改造環境，讓火星擁有可呼吸的空氣和溫暖的氣候，人類移民火星就不再是不可逾越的夢想。然而，現有的科學研究對此潑了不少冷水。首先，火星如今大气稀薄寒冷，是因為它缺乏地球那樣強大的引力和磁场，無法長期留住厚重的大气层。億萬年前，火星可能曾有過濃密大氣和海洋，但隨着火星內部冷卻失去磁場，太陽風逐漸將大氣剝離太空，只剩下今天薄薄的一層。因此，就算我們設法給火星補充空氣，沒有磁場，保護也會慢慢流失。其次，火星可以利用的溫室氣體儲量其實非常有限。有科學家估計，即使把火星極地所有的冰蓋和土壤中吸附的二氧化碳全部釋放出來，大氣壓力也最多提升到現在的2-3倍，依然不到地球的2%，遠不足以讓人直接呼吸或產生足夠的溫室效應，使氣候變暖。換言之，我們沒有足夠的空氣原料來改造成宜居環境。有人提出瘋狂的方法，例如使用核武器轟炸火星2極，試圖瞬間氣化大量冰凍的二氧化碳，打造人造溫室效應。但是計算顯示，就算這麼做，效果也無法持續二氧化碳很快重新被地表吸收或逃逸太空，火星仍舊是冰凍荒原。再者，就算大氣和溫度問題解決了，火星還有缺乏可飲用的水和適合生物生長的土壤等重重難題。沒有磁場，火星表面的強烈輻射仍然會威脅任何裸露的生命形式。我們也許可以想象，在未來幾百年內，人類用工廠排放氣體、建造巨型衛星反光鏡等方式，一點點改變火星環境，但那絕非易事，而且需要漫長的年代和持續不斷的投入。因此，現階段火星移民更可行的方式是承認火星永遠不會像地球那樣舒適。我們必須依靠先進技術，在火星建立由人工維持的小型生態圈。換言之，把太空站搬到火星地表，在嚴酷環境中創造出一個可以讓人類苟存的避風港。這需要極高的科技水準和管理能力，也需要長期的資源投入與維護。一旦這樣的火星基地建成並運轉，人類才算真正具備在火星上生活的能力。不過在那光輝的一刻到來之前，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認識，火星絕不是一片可供休閒野炊的樂土，而更像是一座荒涼恐怖的試煉場。在這裡，人生存所依賴的一切空氣、水、食物、溫度、壓力，都要靠自己攜帶或創造。每前進一小步，都伴隨巨大的風險和挑戰。正因為火星如此可怕又嚴酷，我們才更應該慎重地對待每一次邁向它的嘗試。當我們終於做好準備，再踏出那決定性的一步時，人類才能確保不是有去無回，而是凱旋而歸。那將是人類歷史上又一次偉大的壯舉，也將揭開我們探索宇宙的新篇章。